受痛苦比死亡更需要勇气。拿破仑，生命之所以有意义，就是在于它会停止。卡夫卡，小学生常识。所以我们当如同明日将死那样生活，如同永远不死那样求知。圣雄甘地，哎，你来劲了。葛优，算你狠。山鸡哥，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啊。陈凯歌，这个我知道。虽然你入队的时候就跟我提过，你有演讲恐惧症，不能在人多的地方发言。但这场比赛还是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，有没有机会上场？我觉得还是算了吧，我还是先给大家做资料员吧。但你的能力真的非常适合当辩手。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演讲视频，就断定你有结辩的天赋。可是，我害怕演讲这个问题从小就有，我估计一时半会儿应该也克服不了。好吧，那我再想办法。对了，队长，我还不想告诉大家。放心吧。谢谢队长。走了。不说话，赛前忧虑症啊？你有想过自己会是几遍吗？几遍都无所谓，反正比赛毫无悬念。为什么？问赢啊！可是数学学院很强啊。有我在，放心啦。只要上场的时候尽量别拖我后腿就行了。愣着干嘛？搭把手啊！哎，白色是刷墙的。我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次的出场名单里可能没有我。我知道华夏很优秀，我知道京北学长的决定不会有错，但训练了那么久，我也很想上场。不就是比赛不能上场吗？多正常一事儿啊！正常。我也是通过好几场选拔赛才入队的，好吗？你也不看看，对手都是一群什么样的脑残？白宇，你是比我有天赋，但你没有资格嘲笑我。是，我很普通，梦想这个字也离我很遥远，就像这个该死的辩题一样。但我在努力证明自己不平庸。你干嘛那么着急啊？我就想安慰安慰你。为了比赛，我很努力，这也许对你而言无足轻重，但我很在乎，你懂不懂？跟我走。哎呀，你手啊！我觉得这次比赛上场名单应该民主决定。上场的名单已经决定好了。我和易小溪都不在，你们凭什么决定好了？这次上场的最终名单是我、白宇、易小溪，还有清北。华夏主动要求做资料员。我的心愿是世界和平，打打杀杀的事情啊，就交给你们了。小溪，你在三边位，作为主攻手，你要掌控好进攻节奏，必要的时候我也会帮你。他控制节奏，那我干什么？防守，玩得开心。允许你发挥你的强项，尽情地嘲讽你的对手。这安排还算是靠谱。加油！
你今天和白宇去哪儿了？怎么还牵着手回来呢？没什么啦，有情况哦。白宇，你今天什么情况啊？跟易小溪牵着手啊？你看差了。有猫。哟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再看今天的会议总结。毕竟我要上场，虽然你们的论点充满了槽点，但是了解一下还是好的。对应。你是不能上场，嫉妒我吧？我的心愿是世界和平。物理考试成绩怎么样？哎，有没有进前3啊？快说呀！没进也没有关系，毕竟我们是学文的嘛，虽败犹荣。第1名。哇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这么牛！哎，对了，你们这一次题目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抽到没有梦想的生活不是平庸的。这么丧？不怕，我们有清北学长，而且小溪是首发哦。哟，听起来不错哦。是华夏让贤才轮到我的啦。才不是呢！我看平时训练的时候，华夏说话都还没有你溜的。哪有啦？哎，小恩，你脑子灵活，帮我想想呗。拥有梦想也是要有资格的，不是谁都配拥有梦想。这个观点更丧。梦想嘛，总是边长大边有的呀，谁在娘胎里就知道要干嘛呀？慧君啊，你爸今年退休了，家里不宽裕，生活费都给你大3的哥哥了，这几个月就先不给你打钱了，你辛苦一下啊。白宇好像积极了很多哎。他还是想证明自己比我强。说的也对，不过还好有你，这次准备的特别充分。应该没什么遗漏的。对了，服装准备好了吗？服装，婷姐，我和小溪这衣服都不合身啊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去买新的？是不是你把工费给贪污了？没关系的，我们还有时间，到时候可以找地方去改。咱们都困难成这样了，这样上场确实不好，能不能和院里申请一些经费？你以为我没去申请啊？我们不是骑马生的，人唐老师说了，要把这个经费留给那些很有可能得到名次的社团。哎，有办法了，我有上场的代金券。哎，你什么时候改做黄牛了？瞎说什么呢？都是我之前在商场购物攒下来的。啊，那这个靠谱。那走吧，休息半天，置办行头去。好。都买这么多了，怎么还逛啊？这是史前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。古时候啊，男人负责打猎，看准目标，一刀击毙。女人就不一样了，就拿挑选食物来说，挑错毒蘑菇，全家毙命，所以就养成了这种挑挑拣拣的习惯啊。兄弟，安利出来的吧？喝杯奶茶吧。哎，金宇学长。哎，这杯不行，这杯热的要给婷姐，她胃不好，不能喝凉的。好了。心思还挺细。可不嘛，暖男。
试完啦，你们试的怎么样啦？这个怎么搞啊？哎呀，笨死了，我帮你。每当路过那一片绿色的操场，笑声里尽是我们曾经年少的模样，汗水湿透那雪白的衣裳，阳光洒在你我脸上，一次次秋风将落叶吹散，梧桐树。好啦，谢谢。没事儿。小希，你打的真好，你帮我也打一个吧。我也不会。仪容仪表也是辩论的一部分，看来得给你们好好上一下打领带的课了。选的差不多了，赶紧回去休息吧，明天还有比赛呢。那我们先去结账吧。好，拜拜。小希，马上就要熄灯了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明天就比赛了，我想着复习一下。加油！那我先去睡了。我还要养好精神，明天去见青梅学长。晚安。晚安。汗中睡不着。喂，起来啦？熬了一晚上论文还没睡呢，你在干嘛呢？在准备明天上场的第6稿啊。你们辩论队不是没人了吗？我又凑齐了，怎么样？你害怕？婷婷，兴趣归兴趣，你之前打辩论没关系，但现在已经大4了，今后的发展才是最重要的。你怎么跟我妈一样啊？我们都是为你好。好了，不说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不管怎么说，明天加油。好，挂了。加油。孙晴，你不是说这是一票难求的啦啦队 VIP 位置吗？人呢？一会儿人就坐满了。哎，小恩呢？没看见。哎，你先去前面坐着吧。扇子给你。啊，我们文学院的位置啊，还真的是空旷宜人，八面透风啊！胡说八道什么呢？现在离比赛开始还早呢，你们俩先上前面坐下去吧。哎，同学，那里是我们文学院的位置。啊，那我去前面公共席坐。哎，同学，你只用穿我们文学院的啦啦队服，你就可以坐在这儿了。你自己留着吧。
不起啊！请问你愿意加入我们文学院的啦啦队吗？要不这个给你吧。来。同学，我能不能坐这里啊？可以啊。我方的观点是，没有梦想的生活不是平庸的。我们之所以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，它源于我们的恐惧。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前面，迷茫失意时，我们也许会像对方辩友那样担心：我的生活是否已经沦为平庸？首先，我们得明确什么是平庸。平凡，请问平凡和平庸有什么区别呢？是否平庸，是否是自我的主观判断吗？走吧，该上场了。报告领队，准备就绪。是。哇塞，领队，你这够厉害的呀！小意思。贵为老百姓，人生几何，王者之变，唯我数学，加油，数学！春风十里不如你，钦佩学长一定赢。春风十里不如你，我与钦佩在一起。调一下。各位老师、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第25届南州交通大学辩论联赛小组赛 A 组第1场的比赛现场。首先为大家介绍本次来比赛现场的评委老师，他们是哲学院教授邦定国老师。法政学院教授吴文丽老师，历史系老师杨洋老师，航天系老师傅天泽老师，南州财经大学前辩论队队长顾点点老师。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祝福给他们。比赛正式开始，首先进入开篇立论环节，先由正方一辩发言，再由反方一辩发言，时间均为3分钟。首先，我们有请正方一辩。谢谢主席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方的观点是：没有梦想的生活是平庸的。什么是平庸？平是平凡，庸是普通。平凡且普通，真是太普通了。今天我方将从以下3个论点论证没有梦想的生活是平庸的。首先，梦想是挣脱平庸的原动力。拥有梦想，生活将变得多姿多彩；而失去梦想，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，生活将变得浑浑噩噩。不对，有梦想的生活可以不平庸，但没有梦想的生活未必就是平庸的。去年4强数学学院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，难道是他不把文学院放在眼里，导致轻敌大意？
还是故意卖破绽给文学院？其次，没有梦想的生活，其结局也往往走向平庸。当一个人失去梦想，在尘俗琐事当中难以抽身的时候，他所做的事都是别人要自己做的，而不是自己真心想要去做的。那么这样的人生可以说是像行尸走肉一般，不知自己将去向何处。最后我想说，其实每一个梦想都在拒绝平庸。没有梦想的生活是平庸的，只有认清这一点，才能够激励更多还在庸庸碌碌当中生活的人们去探索、去追求属于自己的梦想，去闯出一片不平庸的人生。谢谢。感谢正方一辩，接下来有请反方一辩，时间也为3分钟。加油！谢谢主席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方的观点是：没有梦想的生活不是平庸的。我们之所以会去思考这个问题，是因为我们的恐惧。当我们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前，迷茫失意时，我们也许会像对方辩友这样担心：我的人生是否已经沦为平庸？什么是平庸？平凡、碌碌无为。而我们相信，没有梦想的生活依然可以过得足够精彩，与平庸毫不相关。把是不是变成了该不该，很聪明。有些人从小便树立了远大的梦想，听过很多大道理，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。而有些人只是认真的过好每一天，精心的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却依然将自己的人生活出了令人艳羡的境界。生活状态是否庸庸碌碌，它取决于我们是否用心，而不是每天做梦。因此，没有梦想的生活绝不可以简简单单用平庸来定义。谢谢大家。婷姐超赞。反方只需要个例成立就可以论证论点。如果接下来文学院抓着例子等，就看数学院这个传统强队到底是不是浪得虚名了。感谢反方一辩，接下来进入到质询环节，先由正方2辩对反方任意辩手进行质询，再由反方2辩对正方任意辩手进行质询，时间均为2分钟。首先有请正方2辩。你好，对方辩友，人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区别？请问您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？就是说他们都很闲。那这样很闲的人难道不平庸吗？竹林七贤也很闲啊，不平庸。没有梦想的生活，不知终点在何处，也就不会有更高的成就。这样的生活难道不是平庸的生活吗？对方辩友，无论我们的生活有没有目标，都将到达终点，那个终点叫死亡。漂亮。当死亡成为你一生中唯一达成的一个目标，活着等死的生活不是平庸，那么请问对方辩友，还有什么样的生活算平庸呢？平庸与否，不是你完成了多少目标，真正的平庸是当你忙碌的去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目标的时候，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完成它，忽略了享受生活的本质吗？你说真正的平庸是不知道为什么去完成目标，这不就是没有梦想的生活吗？对方辩友，您是在同意我方观点吗？没关系，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。好大度，完全没有对这么严重的失误狠追猛打，果然还是强队风范。请问对方辩友，在这个社会上，是不是平庸的人占大多数的？讨论群体数量很难做论据，辩手只要选择否认就好了。是的。这是一个梦想稀缺的时代，人们都过于关注物质和现实，您认同吗？哎，不认同。为什么？因
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梦想的那些人，才是真正稀缺的极少数，他们过的生活才是真正不凡的生活。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被梦想包围着、透不过气来的时代。以前大家见面都问您吃了吗，现在呢，都问您的梦想是什么。可是，我们每个人都被廉价的梦想裹挟着，成为庸庸碌碌的一员。学生要有梦想，上985-211；员工要有梦想，当上 CEO 迎娶白富美；老板就更要有梦想，融资10亿，登上人生巅峰。对方辩友，如果您现在到大街上随便找个人问问看，你就会发现，这年头谁还没有几个梦想？谢谢。谢谢。对方辩友。实现我们每个热血的愿望，不辜负青春赋予的能量。数学院毕竟传统思想还是很厉害，不过最后这个2辩也算扳回了一城。反主流的观点一旦打出来，效果也是立竿见影。同学是来报名上课的吗？那个，我是来应聘托福班助教的。那您那边先等会儿吧。嗯。谢谢主席。您方立论中说，没有梦想就没有努力的动力，所以无法摆脱平庸，对吗？没错。那梦想是努力的唯一动力吗？梦想是最核心的动力。那其他动力又有哪些呢？我们今天讨论的应该……对方辩友，请直面回答我，其他动力到底有哪些？我不太清楚，请对方辩友告诉我。对方辩友，你既然不清楚其他动力有哪些，那是如何比较出梦想是最核心的动力呢？漂亮，漂亮。紧抓对方立论的核心论点，逻辑比那个2辩缜密多了。对方辩友不知道如何比较，那我来帮对方辩友比较。除了梦想，我们知道还有欲望、压力，都可以让人产生努力的动力，对不对？太急，登场时间越久，对方的压力会越大。对，但这些压力不足以摆脱平庸。为什么梦想足以摆脱，欲望、压力不足以呢？因为梦想来自内心，而压力来自外在。那欲望也来自外界吗？外界才有诱惑啊。可是激情流欲全发自你的内心，不是吗？不啊，我是被诱惑的。那么在性骚扰案件中，错在我们女性，因为我们女性诱惑了色狼，对吗？显然对方的3观不太对啊。那再请教对方辩友，平凡和平庸有什么区别呢？没有本质区别。当我们对现状比较满意的时候，我们管这叫平凡；当我们不太满意的时候，我们管这叫平庸。所以是否平庸也是自我的主观判断，对吗？对。可是实现梦想也会遇到困难，对吗？是的。所以按照您的标准，不满就会觉得平庸。可是人生不如意10之8九，有梦想也会觉得有困难的时候。按照您方的定义，但我们每个人都是平庸的，这合乎情理吗？谢谢。文学院3辩反应好快，他们已经在积累优势了。好，谢谢主席。对方辩友，您有梦想吗？有啊，我想做一名新闻记者。那您觉得自己平庸吗？不平庸，但是我打断一下，您说没有梦想不平庸，有了梦想还是不平庸，那梦想在您这儿是不是一无是处啊？不想当将军的士兵是不是一个平庸的士兵？他如果有别的梦想的话，是的。一个为国家、为人民抛头颅、洒热血的解放军战士，难道当不起伟大2字吗？可他有梦想，他的梦想就是宁可牺牲自己，也要保卫祖国和人民。正是因为这样的梦想，让他拥有了伟大的灵魂。文学院2辩强于防守，3辩强于进攻，攻守换位的这一轮，简直烂透了。文学院的优势荡然无存。感谢双方辩友带来的精彩质询，接下来进入到质询小结环节，有请双方任意1名辩手进行质询小结，时间均为2分钟。
首先有请反方辩友。我来。谢谢主席。什么？抢队友小结这种事情，除了我，竟然还会有人干啊？有意思。请反方辩手抓紧时间。不好意思。对方辩友说，压力、欲望与梦想相比，提供的动力不足以摆脱平庸。那么，请问，梦想提供的动力是多少分？欲望、压力提供的动力又是多少分呢？您摆脱平庸的及格线，怎么正好落在了梦想之下、欲望、压力之上呢？其次，对方辩友又告诉我们，如果承认没有梦想的生活是平庸的，那么可以激励那些没有梦想的人们。那如果承认没有梦想的生活不是平庸的，那是不是可以安慰那些没有梦想的人呢？有那么一群人，他们在懵懵懂懂不知道为什么要上学的时候就努力学习。也许他们没有这样的梦想，但因为父母家人的期待而努力学习，考上名校。他们是在忙碌别人的事情吗？不，依然是他们自己的事情。这样的同学，也许是你的朋友，也许就是你自己。请在座的各位同学扪心自问一下，如今我们坐在全国前10的南交大的教室里，我们真的可以被评价为平庸吗？那么不平庸的各位，你们人人都有梦想吗？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同的。当我在上海看着太阳升起，也许你正在成都的凉风里等待黎明。这一生之中，我们需要等待很多事情，有的时候我们在等待爱情，有的时候我们在等待机遇，还有很多时候我们在等待梦想的到来。白宇，你是比我有天赋，但你没有资格嘲笑我。是，我很普通。梦想这个词也离我很遥远，就像这个该死的辩题一样。为了比赛，我很努力，这也许对你而言无足轻重，但我很在乎，你懂不懂？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幸运，从一出生就可以拍着自己的胸口说：“我有一个梦想。”世界上就是有一群我们这样的人，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，而对方立场下的这种评价，就是给我们贴上了一种叫做平庸的标签。你没有梦想，你平庸，你的生活平庸。我是一个独立的人，我有我的自尊与认知，我有我希望的生活方式，我在按照我的意愿想方设法过好我自己的生活。你为什么要强加一个令我困惑的标签，让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残疾人一样，没有梦想我就不完整？我拒绝在我等待和寻找梦想的路上始终背负着一个平庸的标签。我拒绝任何人用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来绑架和评判我的生活。我可能没有梦想，但我拒绝平庸。你以为托福只是一门课吗？错，那是想跨出国门同学们的爱慕、激情、期盼和向往呢。除了知识，他们还需要掌声鼓励和爱呀。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富有激情、经验和有出国经历的老师。电池才用了2个月，怎么又停了？怪了，上次也停在9点。当电池的电能耗尽停止走动时，秒针往往停留在刻度盘上9的位置，因为秒针在这个位置受到重力矩的阻力作用最大。等等，工资按课时算，来得多拿得多。另外，我们初中物理班还缺一个助教，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呢？明天就可以。
前期依次都发言，2、3中后场。感谢双方辩友，接下来进入到竞争刺激的自由辩论环节，双方时间均为4分钟。反方先发言，有请反方。请问对方辩友，什么样的生活是不平庸的呢？我们只论证没有梦想的生活是平庸的，至于不平庸与今天的辩题无关。请问对方辩友，苏东坡平庸吗？当然不平庸。您说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不平庸，那要怎么判断什么样的生活是平庸的呢？为什么我想知道吃饱的感觉就一定要先挨饿呢？那么我想再次请问对方辩友，苏东坡的不平庸是不是因为他有着造福苍生的梦想呢？恰恰相反，我们都知道他是有梦想的时候是一个有平庸的官员，当他仕途不顺，接连被贬，这支梦想破灭之后，他成了一个不朽的文人呀。梦想的破灭不也先得有梦想才能破灭吗？可是政治梦想破灭后的苏东坡，他平庸了吗？不，他不仅不平庸，反而更豁达了，能写出一蓑烟雨任平生，广交友赏美食，品佳茗游山林。请问对方辩友，您管这样的人生叫做平庸吗？如果一个人生活非常积极向上，每天锻炼，学习成绩优异，爱好众多，围棋6段，钢琴10级，还会跆拳道，并且拥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，请问这样的生活是平庸的吗？我认为这样的生活一定是有梦想的。不一定啊，告诉您，这就是我方2辩的真实写照。很不幸，他是个完全没有梦想的人。这个彩蛋喜欢吗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不要轻易的缺席任何比赛前的准备。请问对方辩友，您觉得高考前的生活更充实，还是高考后的那几天更充实呢？我高考前后都很充实，当时有7、8个剧在追呢，每天时间都不够用。对方2辩只是没意识到自己的梦想吧？正是这些潜在的梦想引导您完成了这么优秀的学习和生活。自己意识不到的梦想也叫梦想吗？意识不到的梦想不叫梦想吗？意识不到的事情怎么作为前进的原动力呢？意识不到的目标又如何帮您确定方向呢？好厉害！整个快攻节奏混乱，却层层递进。不过天才应该属于世界顶尖学府，现在却与你我同行。那么对于他的天资来说，现在的他是不是真的很平庸呢？如果平庸是一个相对的概念，那我们每个人过的都是比上平庸、比下不平庸的生活。请问对方辩友的定义，难道是薛定谔的平庸吗？时间过半，数学院连续失利，应该是无力回天了。正因为平庸的相对性，我们才引入比较绝对的是否有梦想作为评价标准。标准需要有确定性，请问对方辩友如何确定一个人是否有梦想呢？梦想自在人心，所以对方辩友的标准是个随心而动的标准。请问，假如小明没有梦想，导致不好好学习，一路堕落下来，是不是最终也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呢？有可能啊，所以没有梦想导致了他走向了平庸。平庸不应该是不好不坏吗？没有梦想，为什么导致了一个特别坏的结果呢？正是因为平庸是不好也不坏，才论证了我方观点。没有梦想的生活，没有明确的方向，所以他过得不会特别好。同时，这个人又不够坚定，懂得妥协，所以他也不会过得特别差。不好也不坏，不正是您方所说的平庸吗？没想到数学院竟然找到了这样的观点，完美的圆上了立论的逻辑环，居然还能站住脚。理论上，这个论点完全可以绕过文学院的价值升华。可是对方辩友在刚刚的质询中也承认了，平庸是一个带有贬义感情色彩的标签。为什么要给一个不好不坏的生活贴上一个贬义的标签呢？对方辩友始终在说贴标签，可是今天的重点难道不是立标准吗？比赛进行到现在，您方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呀？来不及了。数学学院的这个逻辑破绽在。